今天让我们探讨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省钱与赚钱之间，财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议题在网络上常引发热烈讨论，似乎每当这样的问题浮现，大家的看法都各不相同。尽管观点分歧，但讨论的热度总是异常高，无论是评论区还是点赞和播放量，都明显表现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我自己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些见解。年轻时，别人常说我前途无量，虽然这可能有些过誉，因为比我更年轻、更有成就的人大有人在。不过，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手握一些财富，随后也经历了失去。基于这些经历，我想分享3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都是绝对真实的。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财富是通过节省还是赚取来积累的，那么你的消费逻辑和观念就会变得模糊。你可能不知道如何控制消费，哪些方面应该投入，哪些不应该，甚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导致生活充满迷茫和花钱时的焦虑。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来启发你们，关于财富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节省来积累。我曾经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尤其是在大学时期，我通过做家教和担任英语老师等工作，每小时收入约100多元，一个月能有3、4千的收入。我还记得自己列出的预算表格，作为一个数学系的学生，我的数学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我的大学时光和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并不需要借助复杂的数学公式来管理我的财务，相反，我依赖于一个简单却详尽的账本，用它来追踪每一分钱的去向，无论是大额还是几毛钱，我都要确保每笔开销都能够对账无误。这种对财务的精确管理反映了我当时的生活态度，精打细算，对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我将我的收入分为几部分，如果我赚了3000元，我会存下1000元，1000元用于个人日常开销，如餐饮、服装等。每个月我能够存下的只有1000元。记得我创业初期，收入开始有了变化。第一个月，我从分红中得到了8000元，第2个月更是达到了2万元。但当我回头看看自己辛苦攒下的钱，1年下来，每个月仅仅攒下1000元，总共也就6、7千元。这让我深感挫败。尽管我每天都在仔细计算，努力节省，即使是在选择住宿或其他消费时，我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寻找能省下哪怕是5块钱的方法，收集优惠券，进行各种比较。这种生活方式让我认识到，仅仅通过节省是难以实现财富积累的。辛辛苦苦的攒钱1年，与通过增加收入获得的财富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财务，以及如何通过提高收入，而非仅仅依靠节省来实现财富增长。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如今的应用程序设计确实鼓励我们通过各种小动作来节省钱。这些活动，比如砍一刀或邀请朋友参加，可能仅为了2、3块钱的优惠，我们却要花费半小时甚至1小时的时间。我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账本上的数字能减少那么一点点，我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去寻找优惠，哪怕是为了节省那微不足道的2、3块钱。当我发现一个平台的商品比其他地方便宜几块钱时，我总是兴奋不已，哪怕优惠后的价格与原价相比仅仅少了3、4块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我开始创业并成功赚取更多钱时，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记得有1个月，我赚到了2万元，这让我意识到之前为了节省那几块钱所做的所有努力，在这种新的财务状况下显得有些无意义。我开始理解到，财富并不仅仅是通过省钱来积累的。更令人震惊的是，有1个月我的收入突然激增，达到了我父辈1年劳动所得的金额。考虑到我的父亲是最早一批被引进北京的研究生之一，他的辛勤工作与我的1个月收入竟然相当，这让我深刻认识到通过增加收入的重要性，以及财富积累的真正途径远不止节省和精打细算。当我听到一个朋友讲述他母亲的故事时，我对金钱的理解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个故事是关于他的母亲，在我朋友高中时期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尽管他的骨髓并不是最理想的匹配，存在着排异反应的可能，但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捐献者，决定使用他的骨髓进行移植。这次治疗不仅是一场生命的挑战，也是一场财务的考验，因为他们家庭并不富裕。他母亲的故事展示了如何通过长期的节省和精打细算，为家庭建立了一笔紧急基金。即便在面对重病和负债的双重打击时，这笔储蓄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这个经历让我朋友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积累方式，钱的确可以通过节省来积累。这个故事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我意识到，在生活的不确定性面前，节省和储蓄的重要性不亚于增加收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面对危机时迅速赚到大钱。如果我们放纵消费欲望而不进行储蓄，当生活抛出意外或挑战时，我们可能无法立足。因此，财富的积累既需要赚钱的能力，也需要节省的智慧，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在未来遇到任何挑战时都有足够的资源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即使我赚得比我父母那一代人多，但在面对健康危机需要动用大量资金治疗疾病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财富也快速减少了。这种情况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警醒，让我重新思考，财富难道不是可以通过节省来积累的吗？我热爱观看 NBA， 常看到许多球星年薪高达数亿美元，相当于一年赚取几亿人民币。他们的生活似乎由球队全包，从吃住到健康保障。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 NBA 球星最终面临破产的境地。这让我不禁思考，即便是赚取了巨额收入，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务管理，财富同样会流失。朋友母亲患病的经历以及 NBA 球星的故事，都让我意识到，在面对风险和意外时，拥有资金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开始改变观念，认为财富不仅可以通过努力赚取，同样也需要通过精明地节省来维持和增长。我的创业经历也给了我宝贵的教训。大学时开始创业，一直以来都相对顺利，没有遭受过太大的经济损失。直到最近，我融资成功后，开始大手大脚的消费，无论是公司装修还是其他开支，我都追求最好的。这种消费方式让我在经济不景气或者公司经营不顺时感到极大的焦虑和紧张。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无论赚多少钱，合理的财务管理和节省都是维持财富的关键。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只有通过合理规划和储备，我们才能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稳定和安全。这些经历教会了我，财富的积累和维护既需要智慧的赚取，也需要明智的节省。面对公司亏损的严峻局面，我开始深刻体会到节省的必要性。公司的亏损规模巨大，每个月的损失高达100-200万，甚至200-300万。这种状况迫使我全面审视自己及公司的消费行为，从而开始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之前，公司的日常开销包括为员工提供昂贵的午餐和饮料，这些看似小额的支出累计起来也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面对危机，我们开始削减这些非必要的开销，从而逐渐恢复了财务健康。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虽然在顺境时开源似乎容易，但在逆境中增加收入远比预想中困难。因此，控制支出、节省成本成为了我们生存和反弹的关键。这段经历也让我重新思考创业和经营的策略。我建议，特别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应该从小规模的生意做起，不要贪图大投资、高风险的项目。通过控制投资成本，增加尝试的次数，即使失败也能够承受损失，从而增加最终成功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财务稳健的重要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该有意识地管理支出，建立紧急基金，以备不时之需。这不仅是一种财务策略，更是一种生活哲学，让我们能够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更有准备，更加稳健地前进。这个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在创业和生活中，理智的财务管理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即便是在赚钱看似容易的时期，不加以节制和储蓄，一旦遭遇逆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有时候，节省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生存下来的关键。我从中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虽然开源很重要，但在逆境中开源并不容易。这就像是一场无限概率的游戏，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作为子弹，参与游戏的勇气和能力都会大大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赚钱时，也需要有节制的消费和良好的储蓄习惯。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创业时倾向于梭哈，他们往往选择最好的装修、最好的办公环境和员工，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财务状况。这种冲动的决策很容易导致失败。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有有限的资金，应该更加谨慎，尝试多次小规模的投资，这样即便失败，也能从中学习，为下一次的成功积累经验和资金。我的经历也提醒了我，当租赁办公室时，看似便宜的选择可能并不经济，因为实际可用面积和成本效益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我的分公司的租赁过程中尤为明显。最初被豪华的外观所吸引，但实际上，由于大量的公摊面积，真正的成本远高于预期。通过这些经历，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钱是省出来的这一观点，并认识到节省和储蓄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逆境，更是为了在面对无限概率的创业游戏时，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和勇气去迎接每一个挑战。这个经历传达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财务管理和创业策略的教训。当你进入一份租赁合同时，特别是在那种看似吸引人的长期租赁协议下，可能隐藏着高昂的退出成本。例如，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提前终止租约，就必须支付相当于7个月租金的赔偿金。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每月的租金已经相当高昂，赔偿金的总额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这种无节制的支出，尤其是在创业初期或经济形势不稳定时，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创业者往往容易在经济好转时过于乐观，忽视对未来潜在风险的准备，从而在面临逆境时手足无措。在办公室装修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大量的资金被用于装修，希望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公司文化。但如果这些支出并不是业务发展的必须，最终只会成为一笔不必要的开销。特别是当决定迁移办公地点，之前的投资就成了沉没成本。这提醒着所有创业者，在财务决策上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性。除非某些开销对业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设计师工作室而言，一个有创意和激励灵感的办公环境可能是必须的，否则在创业初期应尽可能地控制开支，避免不必要的财务负担。总之，经历了这样的教训后，我希望能够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其他人，以避免重蹈覆辙。在资金充裕时考虑投资和扩张是自然的，但保持财务的稳健和对未来风险的充分准备，是每一个创业者在成功道路上必须学会的课程。在这个追求效率和线上业务的时代，我们所从事的互联网领域几乎不需要客户亲自莅临办公室，大多数交流和业务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需要面对面的会议，通常也是我们主动出访客户。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昂贵的办公室装修实际上成了一种自我陶醉的象征，因为客户几乎不会亲眼见到它。这正是我曾犯下的错误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在业务尚未经过市场验证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团队。在经济形势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财富是轻易可以赚取的。但当局势突然逆转，我们才会意识到，原来好运并不总是与我们同在，生意就像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游戏。只有经历过这些起起落落，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没有经历风雨，就不会懂得珍惜阳光。这让我深刻反思，我曾经以为自己能够连续不断地取得成功，但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考虑到这一点，我开始将我过去10年创业经历中的教训进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决策。投资应当谨慎，财务管理需要智慧。虽然钱确实是用来赚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那么所有的理财技巧也只是徒劳。因此，我认为在财务管理上应该是既要节省又要适度投资。
节省可以为我们积累更多的资源，以便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有足够的准备。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投入资金，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对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在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上花钱，不管别人怎么看。比如居住环境，我总是愿意投入更多，以确保生活质量。当我刚步入大学生活时，决定租下了一个位于北京牡丹园的单间主卧，它是与我合租的一对接近30岁的夫妇所住房间中最大的。尽管我的房间租金高达3500元，远超过他们的，这引发了一些人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刚大一的学生会选择租这么贵的房间，被认为是过于追求享受？但对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是关于享受的问题。如果居住环境不舒适，我的睡眠质量会大受影响，进而影响到我的日常精神状态。我可以在饮食上节约，简单到只吃包子，但住宿条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我的衣物，比如我4、5年前买的一件毛衣，至今仍在穿着，证明了对我而言，衣服可以不贵，耐穿就好。我不像某些朋友那样，收入不高却喜欢购买昂贵的手表。我一直没有戴手表的习惯，直到开始健身，我的教练建议我使用一款运动手表来记录心率等数据，我才觉得它的实用性值得投资。我的消费观念是基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尤其是住宿条件。每当我出行办公，我住的地方至少都是4星级的酒店，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关键是根据个人最看重的事物以及消费能力来决定消费水平。谈到创业，我认为初期的资金投入可以控制在较低水平，甚至接近零。例如，办公场所并非必须项目，我大学时甚至在宿舍就开始了我的业务项目。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早期阶段，可以考虑借用朋友的空余办公位，避免高额的初期成本。很多办公地点要求预付几个月租金作为押金，这对于还未验证业务模型的创业者来说，无疑增加了风险。我的经历教会我，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业，都应该明智地分配资源，将资金用在最重要的地方。这不仅是对资金的尊重，也是对个人价值和目标的追求。在创业的早期，很多人可能会被外表华丽的办公场所所吸引，认为这是企业成功和专业性的象征。然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对于我们这种主要在线上运营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昂贵的办公室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展示。实际上，客户很少或几乎不会来访，我们与客户的大多数互动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一开始就投入大量资金于办公场所的装修，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要的开销。特别是在业务模型还未经市场验证的情况下，过早的扩张团队和办公空间只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我曾在经济形势良好时过于乐观，认为财富容易赚取，但当遭遇经济逆境时，我才意识到，成功并非总是垂手可得，创业实际上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因此，我认为在创业初期，最重要的是先验证项目的可行性，而不是急于扩大规模或增加固定开销。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线上办公减少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在成本较低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既节省了开销，又能享受灵活的工作环境。同时，关于团队构建，优先考虑兼职合作而非全职雇佣，可以在业务尚未完全确定时保持灵活性和成本效率。这种方式不仅能减轻财务压力，还能在适当的时候迅速调整策略，抓住机遇。总之，创业的核心应该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意味着资金应该被投入到真正能够带来回报的地方。对我而言，这包括个人成长和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看重的事物，我的原则是在对我重要的方面绝不吝啬投入，无论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还是为了个人和企业的成长。这样的策略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创业的道路上更加稳健的前行，也能在遇到挑战时有足够的资源和灵活性去应对。在创业和个人生活中，我的投资策略很明确，在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个人投资、健康以及个人成长，我永远不吝啬投入。
这些领域对我的长远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因此我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充分的投资，以确保能够获得最佳的回报。对于那些我不太关心的事物，比如给网络主播打赏或者在游戏中消费，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开销能带来短暂的快乐，但对我而言，他们并不会提升我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对我的个人成长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因此，我选择将资源集中投入到能够带给我真正幸福和满足感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虽然我能够负担得起高端餐厅，但如果那些昂贵的美食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吸引力，我宁愿选择那些简单但美味的食物。对我来说，享受美食的真谛在于食物本身的味道，而不是其价格或是呈现的奢华程度。在业务上，我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直接推动业务增长的领域，如广告投放、流量获取、市场推广以及必要的技术学习。如果需要，我也愿意在建立行业联系和学习新知识上进行投资，因为这些都是推动个人和业务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即那些能够带来最大效益的地方。我的生活哲学是，虽然钱是用来赚的，但控制消费欲望也同样重要。我不会因为省那1-2块钱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各种节省方法。相反，我更倾向于将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能够带来长期价值和满足感的事物上。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让我更加专注于个人和事业的成长，也使我能够以更健康、更有效率的方式管理我的财务。当你投入时间去完成某个节省小额钱财的任务时，结果往往是这样：首先，你会感到烦躁；其次，这并不会使你感到满足；最终，你可能仅仅节省了那么1-2块钱。这时，你必须要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样的努力值得吗？不应该盲目的投入精力去节省那些微不足道的金额，如2块、3块、5块或10块钱。这样的精力一旦消耗，你本可以用它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投入到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工作中。当价格差异巨大时，比如选择酒店服务时5000元与1000元之间的巨大差异，明智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不应该无谓地追求高昂的开销。但如果是为了节省区12块钱而折腾自己20分钟，这样的节省就显得毫无意义。你需要考虑的是，虽然这些节省看起来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实际上这是你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对于像我这样的数学系出身的人来说，即使能够快速计算出这些节省，但那种精神上的消耗和心理上的不愉快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如果节省的金额相当可观，那么考虑节省的价值就变得合理。在自己的个人成长、幸福和健康等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可以适度考虑节省，但在做业务或对个人发展有实质帮助的投资上，应该慎重考虑，优先级排序，不必急于一时。我的原则是，将时间和专注力投入到能够为自己带来最大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浪费在微不足道的节省上。钱是通过努力赚取的，而通过合理控制消费欲望来节流，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每天都在努力节省那2-3块钱，而是应该将你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个人提升和赚钱的机会上。我坚信，有效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开源，也包括节流。单纯依靠开源而不注重节流，就像那些收入高但最终破产的 NBA 球星一样，而只依赖节流不寻求开源，则可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平衡，确保在关键的领域和机遇上不吝啬投入，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理智的消费态度。投入时间去节省一定金额的钱，其实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个人价值观来权衡的决定。如果在10分钟内能够节省出相对显著的金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值得的。毕竟，对于普通人而言，10分钟内赚取500到1000元并不是常态。然而，如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比如半小时，仅仅为了节省1-2元，那么这种努力就显得不那么具有价值了。这样的节省不仅效率低下，还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不满。我的建议是，
应该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在那些能够带来更大价值和满足感的事物上。这并不是说节省就完全无意义，而是要合理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确保我们的努力能够带来最大的回报。我分享这些建议时，完全基于个人经验和观察，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因此我的看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价值观来做出独立判断。在面对各种建议和意见时，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倾听不同的观点，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所谓的工具人概念，通常指的是在某种关系或环境中被利用来达成某些目的的人。在提供建议的过程中，我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提供观点和经验分享，帮助你思考和解决问题。但最终，每个人都是自己决策的主人，应该基于自己的需求和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行动方案。愿你我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既能明智地管理每一分钱，又不失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